Hello, I'm Professor Shao. Nice to meet you here. Today we are going to tell you what is TFTP, Trivial File Transfer Protocol. Before we start, thanks for your watching. You are welcome to give us feedback and help us improve the content. 网络程式最少的需求之一就是互相分享传输档案。今天我们要来教大家一种简单的档案传输协定 TFTP。TFTP 是1989年定义在 RFC 783的档案传输协定。目前使用的 TFTP 是改版过的 RFC 1350。TFTP 协定非常简单，占用的记忆体资源也很少，在早期记忆体缺乏或小型嵌入式系统中很常使用。在现今的 IoT 开发版或嵌入程式系统中，还是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许有升级过你家 AP 韧体的经验，有的时候韧体的传输也会用 TFTP 这个协定。当然，它简单的特性也很适合拿来教学，就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一样。TFTP 是 Layer 7的 Protocol。第4层使用的是简单的 UDP。TFTP 的 server 会预设使用 UDP 69的 port。TFTP 的 message 是非常简单，只需要5种讯息就可以完成档案传输的工作。第一种 RRQ 和第二种 WRQ 的 message 格式相同，分别表示要求自 server 下载档案，也就是 read request， 以及要求上传档案至 server， 也就是 WRQ write request。它们的 operation code 分别是01和02。第三种是传输档案资料，无论是上传或下载都是一样的格式。这里显示的是 data， 它的 OP code 是03。第四种是 acknowledgement， 也就是 ACK， 它的 OP code 是04。第五种是回报传输错误的 message， 表示 error， 它的 OP code 是05。我们可以看到每一种 message 格式都不一样，所以每个 message 的前2个 byte 都会记载这个 message 是哪一种种类的。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不同 message 是怎么设计的。我们找了2组 TFTP 的封包，连接放在影片的说明里面，你们可以下载下来配合用 Wireshark 打开看看。第一种 message RRQ， 它共有5个栏位。当 TFTP client 要跟 TFTP server 要求下载档案时， TFTP client 首先会送出 RRQ 的封包。由于第4层使用的是 UDP， 所以不需要经过任何的 handshaking。TFTP 封包的前2个 bytes 是用来辨识封包的种类，因为是2个 byte。RQ 封包在这里会填上16进位的00、01。接下来是一个不定长度的字串，字串是使用 ASCII 编码的，表示 RQ 要下载的档案名称。其后结尾是一个 byte， 其值是16进位的00，表示档案的字串结束。接下来仍然是一个不定长度的字串，表示传输的模式。最后的结尾一个 byte， 其值是00。我们来看看真实世界的封包情况是如何。你可以在 TFTP RQ PCAP 的档案里面看到影片的这个封包，我们可以看见这是一个 IP 192.168.0.253 的 TFTP client 向 IP 为 192.168.0.10 的 TFTP server 传送的 RQ 封包。这里 client 使用的 UDP source port 是50618，这应该是一个 client 的 OS 随机所使用的 port number， 而 server 使用的 UDP destination port 则是 default 69。我们把 Layer 7的 message 上色，让你看得更清楚一点。橘色的第一个和第2个 byte 果然是16进位的0001，这里表示一个 RRQ 的封包。第二部分是 ASCII 编码的字串，表示 client 要下载 RFC1350.txt 这个档案，结尾带着一个蓝色的16进位00。再接着是一个字串，表示传输的模式，这里显示的是一个绿色的 OCTET 字串，然后带一个蓝色的00结尾。Oct 这个传输模式表示稍后会用 byte 的方式把资料传送过去。根据 TFTP RFC 的记载，传输模式至少还有 Net ASCII 和 Mail 模式，但是我不建议使用其他的模式，因为 Oct 模式可以传输任何数位化的资料，所以一般我们使用 Oct 模式就可以了。我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 TFTP client 要求要写入档案至 TFTP server 的封包。你可以在 TFTP WRQ.PCAP的 PCAP 档案里面看到影片的这个封包。同样的 TFTP client 首先要发出一个上传档案的 WRQ 封包。WRQ 的格式和 RQ 是一样的，只是 RQ 是下载，而 WRQ 是上传。在这里 WRQ 的 OP code 则是16进位的00、02，其余栏位都一样。再来我们看看商议好要下载或上传之后，档案的资料是怎么在 TFTP client 和 server 之间传输的。TFTP 会使用 OP code 为16进位0003的 Data Message Format。Data Message 只有3个栏位，第一个是 OP code， 第二个则是一个2 byte 的整数，
表示后面资料区块的编号。一个大的档案会被 server 切割成数个 blocks。TFTP 的 client 和 server 会依序的传送每一个 block。为了将来能让 client 将多个 blocks 组合回一个大档案，每一个 block 都是带有编号的，其后则是该 block 的 n bytes 资料。一定会想要问，这里似乎没有看到 n 的值是多少？没有错， TFTP 里面并没有一个 length 的栏位来表明这个 block 的长度，因为 TFTP 的 RFC 里面已经说了，这个 data 的长度是介于0到512 bytes 之间，最多就是512 bytes， 不能再多了。所以如果一个 data packet 后面的 data field 长度是512 bytes， 那么表示这个 block 后面还会有后续的 block， 表示档案还没有传完。如果一个 data 封包后面的 data field 长度是5至511 bytes， 那么表示这个 block 是这一次传输档案的最后一个 block， 后续不会再有 block 的传输。这样的设计可以进一步精简封包的栏位设计，还看起来蛮聪明的。我们来看一看 TFTP 底线 RQPCAP 最后的2个 data 封包。可以看到，在下载 RFC 1350这个档案的时候 ，server 总共用了49个 blocks 将档案的内容传给 client。根据 RFC 的说法，1至48个 blocks 的 data field 应该都是512 bytes， 而最后一个编号49的 block 果然只有23个 bytes。另外要注意，编号49的 block 在封包里用16进位表示是0031，不要找错了。所以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这个 RFC 1350.txt 的档案长度应该是512 bytes 乘上48个 blocks， 再加上最后一个23 bytes。接下来是 TFTP 的 ACK 封包 ，ACK 也设计的很简洁，只有2个 fields， 分别是 OP code 16进位的0004以及所要 ACK 的 block number。在 TFTP client 每一次从 server 上接收到一个 data 的时候， client 就会回传一个相对应的 block number 的 ACK。影片范例上的来说，这是 block 编号0001的 ACK。会有这样子简单的 ACK 设计，应该也不难猜测，因为 TFTP 的底层是使用 UTP， 任何 data 都有可能会掉封包，所以 TFTP 就用简单的 block number 来确认资料是否正确的按顺序被传送和接收。你或许会想说，为何不干脆用 TCP 就好了？因为 TCP 的 connection 会用到比较多的记忆体来记录每一个 connection 的状态，在很小型的嵌入式系统上，或当你是在刷新硬体的 firmware 的时候， OS 和 bootloader 可能只有几 mega 的记忆体空间，这些宝贵的空间是没有办法挪来放 TCP 的 implementation 的，所以只好使用最基本的 UDP 当做 transport layer。我们先来看一个 TFTP 因为栏位长度而导致的限制。如果 data field 最多只能放512 bytes， 而且 data 和 ACK 的 block number 只有2个 byte， 也就是16 bit， 也就是说 block number 只能是一个介于0到2的16次方减1的数字。但在 RFC 上有说了， block number 必须起始为1，所以 block number 只能介于1到6535。在这样两相配合之下，其实你只能传送一个长度大约是32 MB 的档案。这是 RFC 1350里面所隐含的限制。这个 size 在2000年之前或许还够用，但是现在的档案或韧体大小可能就不符合使用了。因此在 RFC 2348当中决定要把 block size 加大为65535，所以最多一个档案可以传送4GB 的大小。不过这却又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在课堂上已经解释过 MTU 的概念了。Internet 上的 routers 会因为底层传输技术的不同，而对于封包进行 fragmentation。一般来说 MTU 会被设定为以太网络的 MTU， 也就是1500 bytes。我们可以想一想，一个简单的嵌入式装置连 TCP 都不想要了，这个装置可能也无法处理 IP 的 fragment 的封包，所以实际上不考虑 fragmentation 的情况之下， TFTP 顶多可以传大约92 mega 的档案而已。这种加大 data field size 的策略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所以在后来的 RFC option 里面制定了block number rollover 的机制，也就是当 block number 从1开始已经使用到6535之后，会从0继续使用，这样就可以应付档案很大的 size。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 message format arrow， 它有4个 field， 第一个 OP code 是固定的16进位0005，只有2 bytes 是 error code，error code 的值表列在上面。在一些比较简单的 TFTP implementation 里面，可能就只有一些简单的讯息错误而已，甚至常常只有使用16进位的0000表示错误。
后方会有一个可有可无的 error message 以及一个结尾00。好了，自此就是所有的 TFTP message format。我们来看看典型的两种传输，左侧是下载档案，右侧是上传档案。左侧下载会由 client 随机使用一个 UDP port X， 向 TFTP server UDP 69传送 RRQ。接下来 TFTP server 会使用一个新的 random port Y 来跟 X 进行 data 和 ACK 的交换。我们曾在课堂上讲过 UDP 的 socket 是 destination IP 加 destination port 有关的，所以 server 必须要把69 port 保留起来，让其他的 TFTP client 联系。因此 server 这时会用 Y 来跟 X 进行传输。之后 client 收到 data 之后就会传相对应的 ACK。我们再来看看右侧的上传，同样是 client 先发出 WRQ 封包到 server 的 UDP 69，之后 server 会发一个 ACK 0，也就是 acknowledge 的 block number 里面是0的封包给 client。这个封包表示 server 允许 client 可以开始上传封包了。同样 server 和 client 这时会运作在 X 和 Y 的 port 上面，而不是 server listen 的 UDP 69。之后 client 就可以上传第一个 blocks，server 也会回应相对应的 ACK。block 会不断接连的传送过去，直到最后一个 data field 小于512 bytes 的 block 出现，然后最后一个 ACK 也回了之后，一切就大功告成。这个 TFTP 的 protocol 是不是很简单又有设计感呢？好啦，今天就是以上的课程，谢谢你的收看，我是 Professor 肖，希望我们下次再见。